为了能生下神兽凤凰，女人每晚都要睡在滚烫的岩浆上。传闻只要睡够749天，到时必能诞下神兽。然而在生产这日，女人却生下一只小青鸾。好在族长依旧拍板，让我的小青鸾当下一任羽族族长。姐姐听到消息后不乐意了，闹着说她还没生产，这么定下来有失公允。于是姐姐跟鲲鹏少主折腾了7天7夜，可最后却只生出3只小麻雀。姐姐疯了，她催动秘法燃烧精血，趁众人没反应过来，一刀捅进了我的心口。又在我哀求的目光中，从我怀中抢过尚未化形的小青鸾，一掌震碎了他的心脉。我顾不得致命伤口，不顾一切地爬向他，哀求他放过我的孩子。可他却在我痛惜的目光中，高高举起小青鸾，猛地摔死了他。这一切的发生不过电光火石间，随后他也被勃然大怒的族人们围攻，万箭穿心而死。因为目睹了亲子惨死，我在众人的哭喊声中一命呜呼。好在上天有眼，居然让我重生回魂，配这天。这一次姐姐抢先挽上孔雀少主的手，一脸挑衅地看着我说道：我选择孔雀少主，妹妹不会不开心吧？我不屑地勾起唇角，她不知道的是，从始至终能生下神兽血脉的，始终都是我。姐姐说笑了，妹妹心目的是鲲鹏少主。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我直接踮起脚尖，在鲲鹏的唇上落下一个吻。见姐姐选了孔雀少主，族长皱了皱眉，不太赞同。李月，你真的要选孔雀族的小子吗？族长这话就是在给姐姐反悔的机会，让她重新选个血脉高贵的其他族少主。听到这话，我并不惊讶。我和姐姐是遗孤，父母在一次外出探索中双双殒命，只留下了2颗蛋。破壳那日，紫气东来，百鸟朝凤。大祭司用了半数寿命为我们看星图，得出我和姐姐是这一代的圣女，生下的子嗣会带领羽族走向辉煌。族中对我们无比重视，不怪族长会特意再问姐姐一句，是不是真的要选择孔雀少主。因为在他眼中，血脉普通的孔雀少主实在不是能与姐姐诞下神兽的最优选择。被这么询问，姐姐却坚定极了。她挽着孔雀少主的手更用力了，先是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再是转头看向族长。是的，族长，我选好了，我就要孔雀当我的男人。孔雀少主激动得浑身打摆子，直接对着姐姐单膝跪下，拳头抵在胸口。李月，谢谢你选择了我，作为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是血脉高贵的神兽。能坐上孔雀族的少主，他也是个聪明人。倘若姐姐和他生下了神兽，那么他就是下一任族长的父亲，身份地位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他这话说得漂亮，暗戳戳的把自己的作用夸大了。我满不在乎的看着他们2人你侬我侬的表演，好一副夫妻情深的模样。的确，大祭司早就看过星图，断定羽族圣女是一定能生出血脉高贵的神兽的。可是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因为窥探天命吐血而亡，也自然没说完到底是我和姐姐当中的哪一个圣女。羽族所有人也就以为是我和姐姐都能生下神兽，但是姐姐，你应该还不知道，自始至终能生下神兽的只有我一个人吧？所以不管你和谁结合，结果都是一样。族长见他们情投意合，也不愿意做棒打鸳鸯的恶人，只是惋惜地摇了摇头，把目光投向我。繁星，那你呢？你有看中哪一族的小子吗？除了孔雀少主，其他各族的所有青年才俊都屏住了呼吸，紧张地等待我的答案。我微微一笑，牵起从被我强吻后就脸色爆红的鲲鹏少主。族长，我刚才已经选出来了，我喜欢的男人就是鲲鹏。除了我和姐姐，羽族200多年没出过神兽血脉，如今血脉最强的就是鲲鹏族。可惜这一族也因着难以生育，面临着同样的断层问题。可以说，鲲鹏少主和我一样，都肩负着整个种族的繁衍希望。族长听完我的话，满意地点点头。既然你们姐妹2人都选好了，那就找个良辰吉日举行成亲大典。姐姐娇矜地仰起头，挽着孔雀的胳膊，胜券在握地笑了。我则是好笑地戳了戳在原地脸红的鲲鹏。夫君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本来只想提醒他一下，结果当我的手指接触到他结实有力的胸肌后，我的心跳也快了半拍，不由自主的脸红起来。这家伙还挺有料的。鲲鹏反应过来，愣愣的点点头。娘子，我们走走吧，走。族长把我和鲲鹏的互动纳入眼底，揶揄的对我投来加把劲的目光。我的脸更红了，有种谈情说爱被长辈当场抓个现行的羞耻感。低着头被鲲鹏拉着手，仿佛后面有人在追，匆匆地离开大殿。出了羽族大殿，却看到等在外面的姐姐。她摇了摇手中的团扇，半遮着脸，与旁边风度翩翩的孔雀形成了一卷亮丽的风景画。见到我，姐姐朱唇轻启。妹妹，可别怪姐姐没提醒你，鲲鹏血脉是高贵了些，但鲲鹏族的这位少主人可着实粗鲁又顽劣，哪像孔雀少主光风霁月。她这句话把拉踩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见我脸色没变化，姐姐有些绷不住了，也不再铺垫，直接丢下一句：为了生出神兽，妹妹你可真是不挑啊，就是仔细些可别后悔。说完，
他娇笑着拉起孔雀的手，扬长而去。我站在原地，看了一眼涨红了脸，快要忍不住怒气的鲲鹏，素手轻轻抚摸上他攥紧的拳头。他委屈地看着我，仍然不说话，但紧握的拳头却在我的手掌附上时悄然松开，小指试探性地勾住我的掌心。我顺势握住他的手，感受到他的身体一颤。过了一会儿，鲲鹏的手指附在我的手背上，与我回握。回去的路上，他犹豫地问我：娘子，你不在意璃月圣女刚才说的那些话吗？我们鲲鹏一族的确好战好斗，比不上孔雀族吟诗作对来的风雅。我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可我就是喜欢你健壮强势的模样，能给我依靠，让我很安心。鲲鹏再次脸红，声音却拔高了好几个度。那当然，我们鲲鹏就算生死，也要保护好自己的伴侣，不让任何人欺负。我自然是相信的，毕竟上辈子我亲眼见过。跟着鲲鹏回到他的族地，鲲鹏族的族人们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，有的老人甚至眼含热泪的要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感激我给了他们一族延续的机会。我连忙托起他们来，柔声说道：我与鲲鹏互相心悦，定然会把日子过好的，多谢各位长辈们的关怀了。有年老的婆婆把我拉过去，隐秘地递给我一本小册子，告诉我这是好东西，回到屋里再看。上辈子到底嫁过人，我心中了然，只装作害羞懵懂地接了过来。夜里，我先一步沐浴完，等鲲鹏的功夫，好奇之下，我打开了那本春宫册，翻看了几页，满脸通红的把自己裹进被子里，再也不敢往后看。那春宫图上画的竟然还能这样那样。前世孔雀少主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君子如玉，实际上却是个中看不中用的。行房的时候，甚至都坚持不到给我精元，草草地就谢了。为了怀胎，我只好用了秘术，才堪堪地锁住了他的精元，得以受孕。生下小青鸾后，他更是松了一口气，不用再完成任务了，每晚都和我分房睡。正因如此，直到翻开春宫册之前，我都以为男女行房都是像我和孔雀那样，却不想还能有那么多的花样。正胡思乱想着，我被一双强有力的臂膀打横抱了起来，落入一个炽热的怀抱。怎么把自己裹在被子里？温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的面颊通红，眼神闪躲，不敢看他。随着我们的动作，卷在被子里的春宫册掉落出来，砸在鲲鹏脚下。他顿了顿，眼中的笑意更深。原来星星是害羞了。我闭着眼睛，睫毛扑闪扑闪的，自暴自弃的把头埋在他的怀中，装作听不见，心里却扑通扑通的直跳。白天相处的时候，只觉得他爽朗中透着一丝傻气，到了晚上怎么就变了一副模样。在他面前，我仿佛被盯住的猎物，无法挣扎。铺天盖地的侵略感将我淹没，羞耻之中却又有几分期待。不知何时，我的胳膊抚摸上他的后背，按着他的头离我更近一些，床帘被拉下，喜床洪浪翻涌，婉转嘤咛冲破喉咙，甜腻的声音溢了出来。意识模糊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连忙用了秘术锁住精元，却不想热流汹涌进我的体内。眼前一阵白光，身体酥麻，得连一根指头都抬不起来。我彻底在迷离中失去意识，再次醒来，身上干干爽爽的鲲鹏已经为我清理干净了。我看着外面天光大亮，心下疑惑，什么时辰了？鲲鹏从后面抱住我，自然地把我拉到他的怀里。已经是晌午了。什么？我震惊地回头看他，那岂不是都过去一整晚和一上午了？我居然睡了这么久。鲲鹏却笑了，昨晚你喉咙都哑了，就想着让你多睡会，没叫你。红晕布满双颊，我偏过头去，匆匆下床穿衣，却不想一个腿软，要不是鲲鹏及时把我抱住，我差点栽倒在地上。被他抱着去用午膳，感受着他结实有力的臂膀和胸膛，我突然有些明悟了，怪不得姐姐上辈子能5年3胎。我心情颇好的笑着，姐姐没了鲲鹏，这辈子你怕是连麻雀都生不出来了。在鲲鹏族待了不到月余，羽族婚配大典便如期举行。成亲不过是走个流程，他送我回圣女府待一晚，清早再敲锣打鼓的来迎娶我。待嫁当夜，我用萝卜刻了一头惟妙惟肖的小青鸾，底下没有名字。羽族血脉强大的雄性是没有姓名的，他们身负何种血脉，在那一代当中便被看作是该种血脉的化身，比如孔雀，比如鲲鹏，再比如我的小青鸾。血脉强大的兽人理所应当地享受着万千瞩目，可同时他们也不配拥有名字。身死之后，旁人也只能说一句死了一头青鸾，子孙后代看到记录也不会分得清楚他们到底是谁。更何况上辈子的事情，除了我，谁又能记得我曾经拥有过一个最乖巧的孩儿？他是羽族200多年不曾出现的青鸾。看出我的情绪落寞，婢女在一旁柔声问我：殿下，您是在烦忧璃月圣女怀胎的事情吗？我诧异地抬起头，
上辈子姐姐和身强力壮的鲲鹏结合，都要在我生了小青鸾后才怀胎，这辈子怎么嫁给孱弱不中用的孔雀，反而过了1个月就怀上了。不过想到姐姐也是重生回来的，就能解释得通了。秘术是羽族圣女都会的天赋，上辈子我能对孔雀使用，这辈子姐姐也同样能对它用，只是那秘术终究伤身，若不是为了羽族的延续，我又怎么会明知孔雀不是良人，还要自损寿元去与它生下孩子？可我做了这么多，孔雀却并不珍惜我，反而觉得理所当然。甚至在我与它生下孩子后，它为了讨好血脉更强的种族，想要把我献出去为其他强者生孩子，以此来稳固他孔雀族少主的地位。那一日，我破天荒地和孔雀争吵了很久，碗筷碎了一地，他抬手就要扇我巴掌，是尚未化形的小青鸾扑了过来，释放精神威压阻止了他。孔雀承受不住神兽的威慑，化为原形，瑟瑟发抖地跪伏在地上，连声向我讨饶，说着再也不敢了。小青鸾这才收起威压，但从那之后，孔雀就对小青鸾无比厌恶，再也不抱它了，就连一个眼神都不施舍。孔雀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烂人，偏偏姐姐还要上赶着嫁过去。想到这里，我甚至有点想笑，难过的心情都被冲淡了几分。一转眼就是第2日，我和姐姐的迎亲花轿狭路相逢，撞在了一起，两边谁都不愿意让路，气势有些剑招怒拔。姐姐掀起轿帘，故意在众人面前挺了挺肚子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妹妹，姐姐怀孕了，身体不适，你应该不介意给我让个路吧？换作从前，为了姐妹感情，我能忍让的都会忍让，从来不与她争抢。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她一剑捅进我的心口，又亲手摔死了我的孩子。我也捂住嘴巴，面带歉意地对她回道：是吗，姐姐？那可真是恭喜了。可是这路妹妹却让不了。她的表情一下就变得扭曲，不可置信又怨毒地看向我。妹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竟然为了义气之争，要为难一个怀了胎的孕妇吗？不明所以的族人们闻言觉得有道理，不太赞同地看着我。鲲鹏上前一步就要把我护在身后，为我挡住那些不好的视线，我却轻笑着摇了摇他的胳膊，走下轿子，抚摸着肚子走到众人面前。姐姐，不是妹妹不想让，而是妹妹也怀孕了，而且是双胎。气氛如一滴水滚进热油，轰然炸了起来。礼仪官处理不了这种难题，族长和长老们闻讯赶来，面上都带着狂喜。族长殷切地凑上前来：繁星，你怀了双胎。我娇羞地点点头，不好意思地转头看向鲲鹏，结果却发现他人早就傻掉了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同手同脚的动作，嘴里不断地念叨着：我要当父亲了，我要当父亲了。反应过来后，鲲鹏冲到我面前，想抱我，又怕力气太大弄疼了，我抬起手，半天一时竟然不敢动作，就这么来来回回地看我，耳根子都要笑烂了。我这边有多兴高采烈，姐姐那边就有多如丧考妣。咬了咬牙，姐姐不甘心地看向我，空口无凭，我怀孕是人尽皆知的事，但你从前都没动静，怎么要给我让路？是怀上了，还说自己是双胎。她这话就有些杀人诛心了，分明是在说我为了与她争个高低，胡编乱造自己怀孕了。鲲鹏眯着眼睛上前一步，周身气势不怒自威。孔雀刚开始犹豫了一下，被姐姐不满的目光盯着，只好硬着头皮顶了上去，可模样实在狼狈，两股战战汗流浃背。这次我没立刻叫停，而是在孔雀坚持不住栽倒在地的时候，才轻笑了一声。算了，既然姐姐的意思是我撒谎了，那我就拿出证据来。我看向族长和长老们，族内祭司一查便知，羽族向来注重子嗣繁衍，针对怀孕的探查手段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根本不会出现一点错误。看到我一点不慌，姐姐反而面色涨红，额头流下汗珠，我突然福至心灵。祭司为我探查完，满面红光地大声呼喊：羽族有喜，羽族有喜！繁星殿下的确怀了双胎。他转身要将具体细节禀告给长老们，我却叫住了他：不急，也为姐姐查探一下吧，我们都是第一次怀胎，还要祭司大人多多提点。他点点头，走到姐姐身前，姐姐却一个劲地往后退，不敢伸手让他探查。我疑惑道：姐姐怎么这般不情愿？莫非撒谎的人是姐姐？这下不光围观的族人们变了脸，就连孔雀少主都猛地转过头，不可置信，又眸中带着怒火地瞪向姐姐。姐姐慌乱地摇头：我没有撒谎，我真的怀孕了。我上前几步，牵住姐姐的手，用力钳制住她，笑着说道：姐姐还是查一下吧，这也是为了我们腹中的孩子。祭司快步过来，刚搭上姐姐的手腕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这次探查用的时间很久，在众人越来越焦急的心情中，祭司莫名地看了姐姐一眼，与她拉远了距离。璃月殿下的确也怀孕了。姐姐突然打断：我都说了，我怀孕了，我没有骗人。她捂着肚子，委屈地看向孔雀：夫君，我好难受，我愿意给妹妹让路，我不想再争了。这倒显得我是那个咄咄逼人的小人了。
我转身问祭司，剩下的话，祭司大人还未说完，是什么呢？祭司犹豫了，偏头看向族长和长老们。有什么你就说。祭司这才开口。可我探查着这脉象，不是孔雀的血脉，反而像是雕的血脉。此话一出，四周寂静。孔雀缓缓地、艰难地转过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祭司。你再说一遍，什么血脉？被他注视着，祭司只好再次重复。璃月殿下腹中的胎儿，血脉是雕族的。孔雀手中的折扇被用力撕破，手背上青筋暴露，用了全身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。他盯着姐姐，脸上带着屈辱。璃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婚当日被戳破妻子腹中的胎儿并非自己的血脉，任谁看了都觉得绿云罩顶。若不是上辈子孔雀伤我利用我，我还真要为他送上一分同情了。这你都看不出什么意思，你也别当孔雀族的少主了，找个医师看给你治治脑子吧。鲲鹏先绷不住了，完全忘了刚刚是他让孔雀毫无尊严地跪在地上，此刻哥俩好的拍着孔雀的肩膀，一脸玩味和同情。只不过这其中玩味占9分，同情占1分最多了。被接连打击，孔雀的脸已经找不到表情了，他只是死死地盯住姐姐，一言不发，仿佛爆发前的火山。姐姐被他看得心虚，偏过头去不敢跟他对视，但嘴上犹自强硬着。我能怎么办？要不是你不中用，我怎么至于去找别人？话语如平地，一声惊雷再次炸开在众人心上。孔雀族的迎亲队伍看着姐姐的眼神变得不善，孔雀少主更是脸色长成猪肝，暴怒的要冲上去厮打姐姐，却被护卫拦下来。退婚！我要退婚！孔雀竟是当众跪在族长面前，不惜一切代价要和姐姐退婚。姐姐，尖利的声音响起，你疯了！你居然敢跟我退婚！孔雀看他时再也没了往日的柔情蜜意，冷冷地回复道：像你这般圣女，我怕是高攀不起，还未成婚就肚子里怀了别人的咒，我可不想给不知名的野种当爹。姐姐被他毫不留情地指着鼻子羞辱，就差被骂荡妇了。眼见着婚姻要保不住，也不再伪装。若不是为了能生下神兽，你以为我会看上你这副病歪歪的模样？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，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。你！孔雀被他气得差点仰倒，碍着护卫都再无法出手，直接站在路上跟姐姐破口大骂：你不知羞耻！一臭病秧子！言语越来越粗俗鄙陋，惊掉了众人的眼，就连我和鲲鹏也听得目瞪口呆。鲲鹏心有余悸地拉着我的手：娘子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笑着点头：夫君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姐姐和孔雀硝烟弥漫，我却和鲲鹏喜笑晏晏。最后还是族长站来出来，不顾孔雀歇斯底里的怒吼，压着姐姐和他成了亲，草草地送入洞房。听人说他们在房间里打了1晚上，最后把房顶都掀了，但这些都不是我能在意的了。兽族的体质不同，反而有助于胎儿发育。我柔弱无力地被鲲鹏拉着，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沉沉入睡。婚后我没有老实在家养胎，而是被鲲鹏带着游览大好河山，把羽族所有的领地都走了一遍。姐姐曾经来冷嘲热讽，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鲲鹏就是不懂得体贴人，让我大着肚子跟着他受累。可我却觉得甜蜜极了，上辈子我怀孕后，孔雀为了保证我能顺利地生下神兽，把我圈禁在房间里，不让我踏出院子一步。我快要发了霉，长了毛，烂了心。我向他保证过，也哀求过，让我出去看看风景。我不想只透过窗户看太阳东升西落，我还想亲自去感受草长莺飞，去看见花开。但孔雀只是抽出被我握紧的手，让人关上房门，看好我，别惊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好痛！我从噩梦中醒来，头上大汗淋漓，全身都被冷汗打湿。还不等我转身，鲲鹏也醒了过来，紧张地看着我：星星，哪里痛？我刚要开口，就感觉到大腿上传来一阵滑腻。生过一次孩子，我立刻意识到羊水破了，我要生产了。快去叫人，我要生了。鲲鹏的速度快到我的肉眼根本看不清，不出几分钟，全院子里都站满了严阵以待的鲲鹏族人，也有人快速地前往与族地报信。生产闹出的动静太大，姐姐也得了消息，为了看我的热闹，硬是挺着大肚子让孔雀搀扶着过来了。我的痛呼声还在继续，从深夜一直到凌晨，众人一直在外面焦急地等待，没注意到天色越来越亮，亮得完全不似黑夜，竟像是白昼。随着一声啼哭，我全身都瘫软了下来，满头大汗地瘫在床上，心里却有了一种奇妙的感应。生了，是个金翅鲲鹏！产婆激动的刚迈出门就被门槛绊倒，膝盖磕的乌青也察觉不到痛意，再一抬头，乌泱泱的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扶起来，不可置信道：快要失声！再说一遍，是什么？产婆顾不得拍打尘土，
激动地大声喊道：“圣女殿下生了个金翅鲲鹏，神兽，1000年都没出过的神兽啊！”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，众人如梦初醒，年轻者手舞足蹈，年长者老泪纵横，族长的嘴唇颤抖。神兽金翅鲲鹏！就在众人要庆祝时，鲲鹏冲上前：“星星怎么样？另一个孩子呢？是否母子平安？”自从听到我生了金翅鲲鹏，就在一旁没了声音的姐姐突然开口，语气中满满的恶意：“产婆没说另一个孩子和妹妹，该不会这神兽运势太强，妹妹的身子单薄压不住，生产的时候一命呜呼了吧？”你住嘴！鲲鹏瞬间红了眼，身后画出翅膀，差点维持不住人身。这时又一个产婆精神恍惚的出来，她不像上一个产婆惊喜的大喊大叫，这副模样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不由自主的就联想到了姐姐刚才说的话。难道圣女殿下真的悲伤的气氛蔓延开来？鲲鹏拨开产婆就要冲进屋子里看我，却被缓过来的产婆一把拉住：“圣女殿下没事，母子平安。”姐姐却再次开口：“不会是第一胎生了个金翅鲲鹏，第二胎生了个连走地鸡都不如的东西吧？要不然怎么反应这么大？”产婆猛地抬起头，红着眼怒视着姐姐，言辞激烈：“住嘴！不许侮辱小殿下！”姐姐尊贵为圣女，哪里被下人训斥过？当下就要抬起巴掌扇过去，却听到产婆继续道：“小殿下是冰火凤凰，是仙。”听到这话，族长愣住了，继而老泪纵横着五体投地，对着产房的方向拜了下来：“老朽恭迎凤凰仙。”其他人纷纷反应过来，神色激动地跟着跪下，高声呼喊：“我等恭迎凤凰仙！”突然有人反应过来，指着天上，原来不是天亮了，是凤凰仙出世，天降异象。抬头看，9星连珠，天光大亮。产房内的我看着小冰火凤凰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族人只知道我生下了凤凰仙，却不知道眼前的幼崽分明就是我上辈子的孩儿小青鸾啊！仙不同于普通兽人，生下来就能化形，它化成一个莲藕般粉雕玉琢的小团子，张着肉乎乎的胳膊抱我：“娘亲不哭，这辈子我还是您的孩儿。”我怎么能不哭？上辈子我亲眼看着他被姐姐摔死，这辈子他刚被我生出来，就要位列仙班去天上了。安乐，娘可以为你取这个名字吗？我的嘴唇颤抖了半晌，还是没能忍住问了出来。谢谢娘亲赐我名字，孩儿以后就叫做安乐。天全亮了，上面降下霞光，仙鹤飞舞，迎接安乐回归仙班。我不舍得眼泪落下来，想起什么，连忙撑着从床头拿过一只摆着的小青鸾摆件，塞到安乐怀里。娘亲的孩儿，就让他替娘亲陪着你吧。安乐的眼睛亮了，亲昵的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化身凤凰腾空而去。直到安乐走后，一直跪在外面的族人才起身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身上生产的疼痛竟然全都消失了，甚至我的身体变得比从前更好，充满了力量。族长慈爱地看着鲲鹏怀里的金翅鲲鹏崽子：“金翅鲲鹏就是下一任的羽族族长。”话音落下，姐姐尖锐又不甘心的声音响起：“我不服，凭什么我的孩子还未出世，就定下让谁当族长？”她这话确实有几分道理，可是我不光生出1000年多不曾显示的神兽金翅鲲鹏，更是生出了凤凰仙，明眼人都知道该怎么选择。姐姐捂着肚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必须要族长给她个说法。正当族长为难时，上空突然降下一道天雷啊！姐姐凄厉地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羊水越流越多，已经见了红。晴空上传来一道声音，是安乐的：“既然你要公道，本仙就给你一个公道，奉劝你一句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”说完，云彩收拢，天上不再雷霆阵阵，族人们又跪伏了一地，生怕凤凰仙降下责罚。我的眼眶微微湿润，明白这是安乐在为上辈子的我出气，前世受到的郁气和委屈也渐渐地散了出来。姐姐惨叫了3天3夜，血都要流光了，才生出孩子来。产婆出来时，孔雀甚至没等在房门外，而是在自己的房间呼呼大睡。只有族长和长老们想着姐姐是他们从小看大的后辈，闻讯赶来。璃月殿下生了个秃鹫，而且是死胎。听到秃鹫2字，族长的神色一凛，又听产婆说她是死胎，浑身放松下来。死了就好，死了就好。秃鹫是羽族大凶的象征，不怪族长紧张，实在是每次羽族出现秃鹫，总会伴随着血雨腥风。随着金翅鲲鹏被选定为下一任继承人，羽族终于要迎来新的盛世，他怎么能容忍有秃鹫这样不祥的存在？姐姐披头散发地冲了出来，不可置信地大叫：“这不对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生出神兽的应该是我，怎么能是繁星？我才是下一任族长的母亲，金翅鲲鹏是我的孩子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竟然疯了，
癫狂的笑着，见了人就嗤笑着凑上去，说他们是自己的孩子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正和鲲鹏在一起，为我们的孩儿取名。要不就叫长胜吧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长乐、长胜都是好名字。我点头同意，看向仔细抱着长胜的鲲鹏，温柔地笑了。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很多年后，长胜从老族长手中接过了羽族，带领整个族群走上了新的辉煌。白发苍苍的鲲鹏看着一脸皱纹的我，问了一句话：星星，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我？笑意在我眼中蔓延，憋了一辈子，这男人终于忍不住了吗？我笑着开口，在我小的时候，羽族与夜族开战，敌人入侵了羽族的家园，那会的我被一个夜族的人盯上，差点就要被掳走。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少年冲到我面前，就算被敌人打得头破血流，也咬着牙直面他，一直拖延时间到羽族的长辈们到来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爱上你了。鲲鹏惊讶地睁大了眼，原来你一直都记得我。我主动吻上他不再年轻的唇。是啊，幼师救了我的小哥哥，我一直都记得。